大家好，谢谢你们订阅和关注退休在北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样的收集雨水来浇灌。像我们德州常常会下大雨，而且一下就好多天，然后又干旱好多天。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将部分的雨水收集起来，到干旱的时候再来用它来浇灌，那会是非常有益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两个方面，一是雨水浇灌有哪些好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怎样来做。雨水浇灌的第一个好处呢，当然它是免费的，节约了你的水费。第二个好处，雨水浇灌要比自来水好。我们都知道自来水是经过了化学处理的，它里面要加漂白粉来消毒，才能够供人们饮用。但是你知道这些化学成分长期使用会破坏那个土壤和植物当中的有机物，会造成土壤的结板。而雨水呢，相对来说它的水质比较纯，它的含氧量还非常的高。那第三个好处，我们利用雨水来浇灌，也节约了水资源，有助于雨水的管理，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或者减轻了积水。我们知道植物积水多了的话，根就会腐烂，因为根没有办法呼吸氧气了。减少积水实际上也是减少了污染，因为很多的菌蚊子都是因为有积水污染而产生的。另外也提醒大家，德州呢，为了鼓励安装和使用雨水系统，它有一个 tax code 151355，这个 tax code 呢，可以免除雨水收集系统设备的消费税。也就是说你如果买这些设备的话呢，你是不需要交那个 sales tax 的。那我会把这个 code 的连接放在底下的这个描述栏里面，供大家参考。我女儿呢，看到我喜欢种植，就给我买了这个雨水收集桶。那我们今天就来安装它，正好也教大家怎么样来安装。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水桶，它的体积呢跟一个垃圾桶差不多大，有一个盖子，那还有一个软管，底下有出口，有开关。我们家的菜地主要是在车库的后面这一块地方，所以它还是比较集中的。在车库的这个屋顶下呢，我们有一圈这个接水管，英文叫 gutter， 这一般的大家都有，就是接雨水用的。平常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从这个管子里面收集起来，然后从这里排出去。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接水管连接到我们这个雨水收集桶上面，让雨水可以通过管子流到这个桶的中间。我们需要把雨水桶装在这里，首先要把这个地搞平，然后铺上几块砖头，让它能够平稳地放下。再把雨水桶的盖子固定好。那我们可能需要从这里将原来那个水管切断，
然后呢，再将这2个配件装上。下雨的时候呢，接水管中的水引到这个水桶里面就好了。雨水桶底下有出口，有开关，你可以装一条浇水的管子，需要的时候打开开关就可以浇灌了。那我们呢是装了一个滴水管，这个滴水管上面有很多小的孔，那个水呢可以从里面渗透出来，水管可以环绕着流在地里面，需要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开关打开，就不用管了。如果你有2个或者更多的这个雨水收集桶的话，可以把它们并排的放到这里。这个软的管子就是起连接作用的。当第一个水桶里面的水满了以后，它会通过这个管子自动的流到第2个桶中间，这样呢，你可以多收集一些雨水。装完以后，正好就下了一场雨。那我们来看一看，接的水的情况怎么样？没有多久，水桶就满了。那么过了2天需要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底下这个开关打开，那个水呢就会从这个水管里面流到你所需要的地里面去。因为我们装的是这个滴灌的水管，上面有许多小的水孔，你看那个水会从这个水孔里面慢慢的渗透出来，这样子就把它放到地里面，就不用管它会浇得比较慢一点。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麻烦您订阅、转发、点赞，然后留言你们有用什么别的方法来收集雨水，还有什么更好的经验可以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